好，那麼楊珍妮這個霸凌案哈，總統令楊珍妮免職，哦，行政院當時給他停職，但是呢報給總統免職，為什麼？政務官任命是總統任命的，政務官任命不是行政院長任命的，哦，像當時我當環保署長也是總統李登輝任命啊，那行政院長建議向總統推薦是這樣子啊，所以呢這個真的免職要總統令啊，免他的職啊，那另外呢？這個顏慧欣的爸爸顏慶章在陳水扁時代做過財政部長的啊，他說要重建公務員友善的工作環境啊。那另外呢，這個顏慶章也是第一次，之前都很安靜，第一次發表聲明說呢，楊振寧是利用媒體混淆視聽啊，而且呢，楊振寧說，因為他很優秀，所以我舉薦他，不是，而是吳釗燮舉薦的。所以呢，楊振寧跟吳釗燮講了好幾次，這個顏慧欣跟吳釗燮他的推薦人講了好幾次說，我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但是呢，吳釗燮一直安慰他說，你繼續做啊，為國家做事啊，為國家做事啊，就把他留下來啊。那另外呢，這個顏慶章說，希望把顏慧欣的未盡志業變成國家的制度，尤其說顏慧欣對於要參加 CPTPP 一直很熱衷，說我們應該參加哈。那說。變成國家的制度才是還他的公道啊！那另外呢，行政院說呢，因為楊珍妮現在不服哦，說呢之前呢行政院有暗示他說自己知所進退吧，你自己辭了就算了，不要搞得這樣子。但是楊珍妮說我沒有哦，我沒有霸凌，而且呢不服氣，我現在要這個循着找律師啊，要去討公道啊。那行政院就說呢，我們的報告是經得起檢驗的，而且呢全程都錄音。他問了，好像30幾個人，全程每一個人都有用錄音講，就免得說你到時候不承認說我沒講過這話啊，都錄音下來，所以行政院認為說他經得起檢驗，而且監察院也啟動調查了哈。那另外呢，監察委員說他們會緊速調查，然後給死者一個安慰哈。那另外呢，這邊說府院曾經暗示他要知所進退，但是楊振寧的個性也很強，知所什麼進退，我知就知進，不知退，看一下。就不肯走。總統府1號晚間發出總統令，將涉入談判副總代表顏慧欣霸凌案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楊珍妮予以免職，即刻生效。院長怎麼看楊珍妮說他被未審先判，不排除採法律途徑？謝謝。只是中泰院長才在前一天說會盡速處理，將楊珍妮停職。如今總統直接將楊珍妮免職，而顏慧欣父親顏慶章更沉痛發聲，寫下作為被霸凌者的父母一再隱忍楊珍妮傷害顏慧欣的說辭，如今已忍無可忍，痛訴楊珍妮6月26號的聲明中一再以慧欣生病請假作為訴求，不但非屬照顧晚輩的行為，並明顯違反個資法，更批評楊珍妮的聲明中宣稱對顏慧欣有培養接班人的友善心態，謊稱顏慧欣是由他推薦進入 OTN， 痛批這些豈是政務委員所當為。最終顏慶章簽名旁喊出會將顏慧欣未盡的志業變成國家制度，直呼這才是真正還給慧欣的公道。針對顏慧欣霸凌案，顏慶章前部長總算公開發言了，但是他的發言卻讓我們知道了行政院裡面其實有更多我們應該值得探討的內幕。顏慧欣到底是在這個行政團隊裡面經過多少不堪的處境？我想行政團隊應該把你們的調查報告公開出來，讓全國人民了解這個真正的真相。只是面對調查結果，楊珍妮26號透露不排除尋求法律途徑討公道後，前一天又有一份自稱是經貿辦近70%、30位同仁寫的聲明，指出楊珍妮雖有嚴格要求的一面，但私下關心從不缺席，與外界偏頗描述有落差。即使經貿談判工作是急迫性且高壓的，辦公室也從未出現惡劣粗俗言語，多以戰友相待，盼完整反映事實全貌。辦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們都很難過。对此，記者致電楊珍妮沒有接通，只是如今被免職以及顏慶章指控，這孰是孰非，恐還是需要他本人說清。文軒，我覺得最近行政院有蠻大的問題的哈。我們剛才在講到說有關於這個蕭美琴的事情，我覺得除了這個是不是他這個酒運回來有什麼問題，如果他這次確實申報，我覺得其實更大的問題是在泄密。我覺得目前的話呢，行政院的資安
以及是否內鬥，我覺得這兩大事情目前看起來的話呢，我們待會兒又聊到很多，其實都跟這兩個不脫這個影響。剛剛講到這個蕭美琴的事情，它實際上不只是說它這個酒的事情是中間一份公文，它是13件公文在暗網當中被這個拍賣。所以裡面的話，包括了我看到包括什麼，我們對於邦交國關係燈號評估，這個是機密文件，也被竊取呢，也被拍賣。另外的話呢，我們駐美代表處的一些拍回台灣的一些電報，也是機密文件，也被拍賣。所以到底我們的資安出了什麼樣的問題？而且你不用講，外交部的話呢，先前不是在和人節的事情嗎？還有共諜嘞。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起來政府部門，尤其外交部門。你假設說現在我們呢，處處都覺得有匪諜的話，你問題其實應該要很慎重，很去注意這個相關的資安問題才對。怎麼到處都是漏洞哦？那到目前為止，外交部提不出任何的說法來哦，反而是對於這個蕭美琴的事情，好像說法很快。但問題是在於說呢，其他的地方呢，為什麼會有暗網，有那麼多的資料，而且為什麼會有兜售，為什麼會有勒索？我覺得這個事實上資安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洩密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民進黨的內控，我們的政府的內控出了問題。那另外一個就是楊珍妮這個事情，杨珍妮這個事情現在我覺得也有點越來越複雜，到底是一個職場霸凌，我們痛失英才的問題，還是說它中間真的有所謂的內鬥的問題？因為到今天為止，一開始我覺得當然對嚴慶章來說，尤其對於這個顏慧欣來說，顏慧欣是我們的這個經貿辦事處的副代表嘛，哦，那他非常的認真，然後呢，在這個他這個就是過世之前，他其實對於他希望能夠除了有關於呢這一次的這個關稅談判之外，他一直覺得什麼台美的貿易啊框架啊什麼。一些我們希望的什麼自由貿易協定等等，它有很多的一些期待，有很多的一些抱負想要去實現。那這邊當然會讓大家覺得說，哎呀，他事實上他等於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哦，大家會覺得非常的遺憾。尤其如果是職場霸凌，大家的共鳴又更多。但是問題是我越看越覺得奇怪的地方，我必須說，就是說是不是因為大家覺得痛失英才，因此會有一個同情的聲音出來，尤其是職場霸凌。但如果說真的是霸凌的話，第一個。為什麼會有這個經貿辦當中的30多個員工出來發表聲明？他們挺楊珍妮，他們說事實上整個的辦公室裡面，其實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用這種羞辱式的踐踏人格式的方式去進行一些言語上的一些欺凌。他們認為說他們在過程當中，或許楊珍妮有很嚴格的地方，但他很關心。這個員工的這些情緒啦，等等，還就是講了很多例子啦。我後來看了一下，他們甚至還講到說呢，其實他們都是以戰友自居，意思是說那麼高強度的壓力底下，他們共同的為一個目標共同去奮鬥。所以那樣的一個形容起來，聽起來其實並沒有認為楊珍妮真的有霸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實際上在先前的行政院拿出來調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看到，他們總共有12個這個標準說呢，是不是符合職場霸凌？12個項目當中只有2個符合啊，有10個都不符合。那為什麼10個都不符合，2個符合，它構成了霸凌？我就不懂。然後呢，不只是卓榮泰堅持先要他自請辭職，後來他不理，後來他們就直接停職，然後還有總統府去派令。所以這2件事情，至少这2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地方。就你12項標準當中，楊珍妮只符合2項，因此就構成了霸凌。第二個，為什麼他辦公室裡面出來挺楊珍妮？好，所以這部分的話呢，我認為監察院應該要去調查，因為如果是職場霸凌，我覺得不可寬待。但如果不是的話，也不能夠因為這個輿論大家同情顏慧欣，因此也就做出一個錯誤的判斷。因為先前我們的關稅談判不是說我們楊珍妮好厲害嗎？就談得非常的好啊，怎麼樣？那陸江他也是一個幹才，不是嗎？所以這件事情，或者是甚至是內鬥。因為有人不要楊珍妮在這個位置上面，所以拿着顏慧欣去鬥楊珍妮，那陸江更不堪了。所以我覺得對於行政院來說，目前的內控，不管在資安上，不管在所謂的權力鬥爭上，都會來講李楊的事情呢，我覺得都是很奇怪。那麼多的內鬥傳聞，不，這蠻奇怪的，就是說他剛剛講沒錯的，說調查12項，前2項是有霸凌，對，其實針對這個顏慧欣只有1項，只有第1項，第2項是針對他辦公室的同仁，還不是顏慧欣哦。那而且他們說有錄音，換句話說，顯然他一定也調查過他的同仁嘛，所以才會有錄音嘛。他說這30多人次，我不曉得他30多人次是30多個人。那因為雖然現在有30個人支持他，也不見得大家心裡都支持，只是同事哈，你要不要簽？那不好意思不簽嘛，不簽好像你什麼意思？對吧？萬一楊珍妮還繼續幹呢？你不簽，你有沒有到時候不報復你嗎？所以都很奇怪，整個事情的這個發展都很奇怪。因為他第二項霸凌是針對同仁的，他一共沒幾個同仁啊，而且有錄音啊。對不對？那怎麼回事呢？那為什麼現在同仁有30個出來簽，30個都已經幾乎
那個辦公室一共才沒幾個人嘛，都簽了，那又有錄音說他有霸凌，所以這很奇怪的。來，奕信。我覺得這件事情在霸凌的部分跟楊珍妮還有顏慧欣有關的部分有點羅生門了，有很多一點要釐清。但是就我在觀察這件事情跟過去的經驗我覺得這有路線的問題啦。什麼叫做路線的問題就是說其實不管是顏慧欣或者說是這個傳聞可能要接任的李淳還有過去，其實我們在政府裡面也用過的劉大年這個國安會副秘書長，他們都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的。這個中心就是專門在做對外談判，而且是用學者的角度在擬定國家戰略的。那你說這個劉大年跟我們非常熟悉，在馬政府的時候，他就是國安會副秘書長，專門在國安會裡面制定對外經貿談判。當時馬政府我們的 FTA 涵蓋率達到我們對外貿易的20%幾，這個是相當積極的一個做法那這個李淳我更熟了，我們大學一起是辯論隊的，我們拿下了很多辯論的這個獎杯那他在這個學界裡面，他其實相當的資深。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以中經院 WTO 中心，顏慧欣也是裡面的副執行長，他們進到經貿辦，經貿辦是一個官僚單位，他非常保守的，經貿辦要談 FTA， 過去到現在很少談成的啦。那可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他們這樣的一個方向在走我相信他進到官僚單位格格不入是一定的事情。所以我會認為在這個背後其實有這樣的一個體系，那也凸顯的就是說，現在政府對外談判呢，其實它相當的保守，以經貿辦的人員來說相當保守。那新的這種學者派這一種對外的積極的這個態勢的，他們呢進到這個單位，是不是在裡面產生了很多屬於路線的不合、體制的不合，最後導致這一場悲劇？我認為也是一個角度。通常我在這個觀察政壇這麼久了。通常有2種人經常是不合的了，就是前後任。比如說李登輝，比如說連洋港當台灣省主席，表現非常好。李登輝接了連洋港當台灣省主席，所以鄰里之間處得非常不好，因為大家會比嘛。所以之前可以這樣做呢，現任都覺得說，我可以做得比前任好。前任說我做的已經這麼費力了，你光批評我。通常前後任，第二個正副之間，除非這個副手是我提拔的。否則的話，正副之間處得好的很多，我看正副的時候不講話的，正副之間就說你是不是要取代我？你來是不是監軍呢？你是不是來監督我？所以呢，這2種人前後正副經常會發生問題的。但是呢，你現在是為國家去談判，對不對？一個總談判代表，一個副總談判代表，如果2個人處不好，還受到罷免，你這個在外面談判是怎麼談呢？你怎麼能夠發揮團隊的力量呢？休息一下再回來。吴乃仁欠1億7千萬，管收12天放了。那我想是還錢了嗎？沒有還，那沒有還怎麼放了呢？說因為台糖說他撤回了，對吳乃仁告訴台糖說我們並不是主動撤案，因為呢7月20號以前吳乃仁要提一個清償計劃，所以呢好吧，那就提一個清償計劃嘛。所以呢不是主動，意思就是說。因為吳乃仁說他7月20號之前會提一個清償計劃，所以就把案子撤了。那這也是主動，這是不主動，是什麼叫被動撤呢？我不懂這個台糖是不是解釋要主動被動，到底是怎麼定義的牛煦庭說荒唐，民進黨在挑戰人民的常識，1.7億這麼多錢，怎麼管收12天就獲釋了那另外呢，這個台糖到底追不追？羅智強說，民進黨主政，連掏空國家也不用賠嘛。就是吳乃仁當台糖董事長的時候，曾經把地賣給，因為這個洪啟昌說來關說賣了一個什麼春龍公司什麼公司所以呢後來他們認為說是背了台糖的信，就是出賣台糖的利益了，所以被判9個月，同時呢要賠償1億2，那因為沒賠，每年利息5%，加，現在變成1億7了那所以呢這台糖後來因為台糖有很多壓力啊，立委就問了，怎麼現在都不追呢？所以呢，就說要吳乃仁來賠，而且說吳乃仁呢，這個開的車都100萬名車然後呢出入這種高級的這個飯店不過出入高級飯店不一定是吳乃仁，也許別人請客了，這個很難講。但不管怎麼樣，就生活享受都不錯那為什麼欠我們錢不還呢？所以台糖就要求要管收，叫他賠錢。管收有用我們看很多人本來都不賠的，一毛不拔，一管收趕快把錢拿出來了
那所以呢，王鴻薇就說啊，這是黨政無敵了哈，不關上酒店，關 Parkinson， 因為他們現在吳乃仁說現在有帕金森症，這個要關他就說我有帕金森，不關的時候還能夠上酒店來開名車，我們看一下。心裡只想的4個字：太荒唐了。藍營只說太荒唐，因為積欠台糖1.7億的前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只在看守所待12天就獲得釋放。台糖主動撤回管收申請，然後人就回家了。法院都依法認定管收條件了，那台糖撤回的法律依據到底在哪裡？要台糖出示依據，因為身為前董事長的吳乃仁被判賤賣台糖土地，要還台糖1.7億，遲沒執行。上個月11號被法院裁定管收，送台中看守所，依照強制執行法，最多可管收半年，但12天後，債權人台糖公司馬上撤回申請。法院裁定也提到，名下查無足夠財產可以清償，因此依法裁定管收。為什麼放？台糖不是私人公司，台糖是國營事業，每一塊錢都是全民的錢。正式的告發，請法院告訴我，這到底合不合理？對此，政治評論員毛嘉信也表達強烈不滿。2號上午，協同律師練鴻信前往北檢告發台糖董事長吳明昌涉犯刑法背信罪。但到底為何會突然撤回管收？台糖公司也回應，因為債務人已經出面應訴，且承諾將跟台糖協商債務，因此在庭訊中撤回管收申請。若債權人沒有依據承諾出面協商，仍將再次申請管收，最遲會在7月20號前提出協商方案或清償計劃。富貴要人幫，辦卡辦這張啊，哪一張？民進黨黨證最好用啊。7月20號之前，他們會提出清償這個債務的一些計劃，或者是協商。那我們希望在7月20號之前這個協商結束。為何12天就被釋放？作為主管機關，經濟部能說的大概也就這樣。網路就開始酸了說某個人賭上政治生命。賴清德好像當時有賭上政治生命來說啊，不是我就怎樣退出政壇，跟謝龍介賭了哈，說呢是不是竊國者侯，竊鈎者誅啊？那另外呢，黃國昌民進黨主席說台糖直接跪下，把人民當傻瓜哈。來，鴻薇怎麼看？其實這件事情真的很扯，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就是因為吳乃仁一直欠這個台糖的錢，而且他這個欠錢不是最近才欠欠了8年之久。然後呢，台糖才有動作。那前一陣子不是說這個法院呢要去這個拘提他嗎？結果撲了空，說他人不在家裡。那後來大家也是讓那個社會譁然啊，那也是因為實在太違反社會觀感了。結果呢，吳乃仁後來就自己就進去。那進去之後呢，立刻就傳出說，他有帕金森症啊，反正而且意識年事也已高。那就很奇怪，因為在這幾年裡面，大家看到吳乃仁的相關的新聞，大部分都是他在酒店他也是常常出入酒店的，而且呢，身邊常常會有可能身材非常非常好的這個女子啊。那所以你很奇怪，就是你平常這個出入酒店，然後又開名車，更不要說前幾年他們的家族後來還掌握台本，只是這幾年呢，他們陸續都退出來，現在變成那個林文淵當董事長。那你這樣子的一個案子，已經是社會關注的案子，突然把吳乃仁放走，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啊！你也只關了12天，但是你是欠1.7億元，難道我就算你一天你就1400萬怎麼這麼爽，然後就可以離開？那今天更離譜的是，台糖說沒有，我們不是這個主動撤案，他當然就主動撤案。他說因為他們要跟他談而且是7月20號之前呢，不是談他還多少錢哦，不是7月20號之前要談。他說呢，我們做一個還款協商這就跟那個美意之間一樣啊，這一談也不知道談多久啊，然後到時候會不會變你也不知道。那台糖因為它是國營事業，那你對於董監事來講，你應該最高的利益就是要保障你台糖的權利才對嘛？那怎麼會莫名其妙的就把那個台糖就跟那個法院說，你不用管收他了，我們來跟他談就好了？這中間你說沒有上級的指示，我覺得大家不會相信的啦。你隨便一家公司會這樣嗎？好不容易把他關進去，你關進去他才會跟你談嘛？你想想看，這8年還跟你談嗎？
他去喝酒，他去那個什麼，在那邊吃大餐的時候，他會跟你台上說我怎麼給你還錢嗎？所以後來我今天也告訴大家，現在的台糖的董事長叫做吳明昌，哈，哎呀，果不其然，他原來是屏東縣信賴之友會的執行長，看到沒有？又是一個妥妥的自己人嘛。因為過去台糖就是經常性的酬庸，吳乃仁當過台糖的董事長，他就是酬庸嘛。那剛才那個趙大哥講到，就是這個案子當年是因為吳乃仁當董事長的時候，由洪其昌介紹了一個廠商，他跟他們做土地交易，賣了台糖的地給他。你知道嗎？在吳乃仁那個交易之前，台糖因為土地開發利益實在太大了。他的土地是只租不賣，是不賣的啊！哎，就是這個破例了，果然就出現弊案了哈。那所以才有今天的這樣子一個這樣子要欠錢要還，可是這個事情已經拖拖拉拉這麼久，然後你台糖長期以來就是綠油油嘛。我剛才講吳乃仁做過，於正憲也當過，然後後來的好幾個董事長、事長都跟台糖沒有關係。好，通通都是政治任命啊，他們才是政務官啊，都是政治任命。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台糖是國營事業，它的是我們全部納稅人的利益，可是怎麼可能為了少數人，或者是說因為你今天有民進黨黨政，這我所以講黨政無敵嘛。那剛才羅智強也講得很好啊，從以前大家講就是說，富貴要人幫，辦卡辦這一張，不能說有這張黨政你就可以為所欲為啊。休息再回來。好，今天很熱鬧，賴清德、蔣萬安、沈伯洋都到指南宮，哦，叫做福佑帝君成道1146年，哦，所以呢，今天舉行成道大典，哦，他們都去了啊，然後呢9點半啊，這個到後台去，然後呢共同祈願啊，同台啊，9點半同台共同祈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啊，然後呢這個藍綠這個政要都去了啊。然後這個新園內湖前一陣子淹水嘛，所以呢賴清德就講啊，說內湖很少淹水，為什麼這次淹水了？哦，這沈伯洋非常好，立刻就去內湖看了哦，等等啊，那這個所以轉頭大戰沈伯洋啊，大戰啊，是不是給蔣萬安難堪？而且呢，在參拜哦參香就跟蔣萬安談這個治水啊，那蔣萬安說蒼生為念。不要製造仇恨對立，哦，賴清德說內湖罕見淹水，應檢討原因。賴清德也亂講，內湖早就淹水。內湖為什麼叫內湖？為什麼叫內湖？古時候叫內湖來哦，為什麼？我當兵的時候多少年了？當了多少年了？40幾年以前了。我在內湖工兵學校當教官嘛。哦，現在的3種以前是工兵學校啊，我教機械設計啊，教機動學。然後那個時候呢，因為我在一個樓上。大水哦，還看到很多蛇哦，從上頭蛇在那個水裡面翻滾，哇，那個蛇哈，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實以前就淹水，只是後來因為治山防洪啊，慢慢淹水比較少了，並不是說罕見了哈。那講完就說呢，不要制造對立了啊。那另外呢，這個人家就挖出2024年這個在屏東勘災，賴清德說縣市淹水都是中央的問題哦。那結果呢？那時候說是中央問題，現在呢就是地方的問題啊。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萬芳醫院變成好的醫學中心啊。那蔣萬安說，在地人了解哈。那這個沈伯洋提到，萬芳醫院要怎麼變成一個好的醫學中心哦？所以他如果當選，讓萬芳醫院變成好的醫學中心啊。那結果呢？議員就吐槽他說，2004年就通過了醫學中心的評鑑，萬芳醫院真的辦得不錯啊，真的很好啊。我很多朋友啊住在那一帶都這個擠去，現在有時候病房也都很緊張，都不容易有病房哈。所以這早就不錯了哦，不是呢，現在才不錯的啊。沈伯洋自誇他是有遠見、有腦袋，腦袋不空哦。粉專就說啊，每句話都是空，還有是講啊，反正選舉你罵我，我罵你啊。那另外呢，王世堅說，蔣萬安最近大概事情太多了，說呢會講錯話，發錯慰問金，
表情有的时候呢比較呆滯啊。王世堅說，看起來哦他亂了方寸，我有點私心竊喜。民進黨嘛，我們看一下。指南宮成道週年大典，總統賴清德帶着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出席，而中華道教總會理事長黃成國陪同。早在這之前，台北市長蔣萬安已經抵達，就隔一條走道。見到面，這次握手眼神都有停留，寒暄互動，但在致辭時火藥味很濃。到底是側溝雨水下水道沒有清淤，治水沒有完成，還是真的單純下雨的量已經超過防洪的標準，內湖也少有淹水。當面要蔣萬安檢討淹水，蔣萬安隨後回應，最不缺的就是口水。台灣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責，製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在台灣任何一位領導者都要以蒼生為念，拒絕製造仇恨跟對立。當面反擊，蔣萬安也和沈伯洋直接交鋒。指南宮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萬芳醫院是我們在地的醫學中心，一直以來守護着大文山地區急重症的醫療照護。因為之前沈伯洋提到設立萬芳醫院要怎麼變成一個好的醫學中心，被藍營議員批評萬芳醫院早就是。因為我之前才剛拜會過萬芳醫院，然後他們在跟我們講說，就是專科量能、留住人才，以及讓這個因為醫學中心接下來還要再評鑑嘛，所以在這個評鑑之前呢，要怎麼樣把這個量能整個能夠撐起來。2004年晉升為醫學中心，只要深入基層、腳踏實地、深耕地方，就一定會了解我們地方付出的這份用心跟努力。在地的都了解，一定都知道。大家講對不對？對。沈伯洋也談政策，就比誰熟悉市政。來，香龍。這禮拜其實我覺得大家最關心的是立法院的便當跟無奈人的錢。好，那80塊是100塊，120塊。這個錢，你那個80塊或100塊，在外面是不可能買到那樣子菜色的。就是其實我想主持人也當過立委嘛。那在立法院裡面，你怎麼可能吃到什麼就是物不超所值的東西？物超所值在立法院關係，但是它比較特別的在於，就是說一個委員公開去抱怨的時候，他當然會讓人認真去看看，就是說我倒不是這個，所以委員跟官員換便當，我只要是行政官員，我這是120比較好。立法院怎麼好意思說你在給我吃，我都給你吃了，怎麼好意思這樣子呢？對，就是這個他其實對現在的大部分的民眾，那我想每天吃便當的人大概很多。你在看到那個便當菜色跟它的價格，聽到委員講話的時候，我覺得那句話對社會人心的擾動性很強。無乃人的錢。他真的現在無乃人，他們講就是不關的時候去林森，然後關的時候呢就帕金森。那 OK， 這個反正很押韻哦。對人，那就是看他的錢呢從哪邊擠出來。他家裡並不是沒有錢，無乃人一直是新潮流公認的金主。早在新潮流還很小的時候，因為我認識一些新潮流像。我不說誰了，他們其實呢，從年輕的時候呢，當他們需要錢啊，要念書啊，要出國啊等等，經常都是呢奶公給。好，那因此之後的包括的台本，可以把台本這個過去被認為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洗到後來變成是奶公家的家族事業，後來呢變成是呢無乃人呢跟林文淵之間翻臉，然後呢以至於呢之後呢再退出，那些都是後話。家裡面你說缺錢，那不可能，就是他的兒子女兒都曾經呢幫他呢漲台本，但是大家真正關注的就是說，當今天無乃人的1.7億涉及到台糖大概是呢經濟部呢所屬的公營事業裡面最敗家的一個。就是他長時間持有這麼多的土地，除了呢不斷的呢透過呢賣地去打平，把土地呢當作是公關籌碼之外。
台糖呢，其實你幾乎看不到它呢作為今天的公營事業大量的公共資產的持有者，而且台糖的土地的價格只要一重估呢，台糖的資產呢馬上會膨脹非常多。賣土地賣多少錢，向來呢都是呢經濟部或者呢政府部門，當他要處理台糖的時候，最大的。可以說是一個旋轉門，一塊地呢要建價建多少錢，要賣多少錢，那裡面學問呢非常非常多。可是你賴清德終究沒有人會忘記，賴清德是2次在吳乃仁的議題。2013年呢，當吳乃仁呢跟洪奇昌呢被告的時候，賴清德呢是呢哽咽的出來為他們2個背書，用他的政治生命背書哽咽，在當時。好，那個時候呢，正是他呢，他整個氣勢如日中天，然後當了台南市長的時候，每個人都知道你就是呢台獨的金孫，你就是呢整個的民進黨的未来的接班梯隊的排隊的人。之後呢，再跟呢謝龍介呢打賭，最後呢洪奇昌跟吳乃仁一個判有罪，一個判無罪。然後呢，那個時候呢，謝龍介可以不用辭，但是謝龍介覺得他已經講了。他就辭了，謝龍介呢辭掉市議員，但是你看看在當時的賴清德到現在為止，這件事情呢不停的閃躲。剛剛呢去指南宮的那個叫做什麼福佑什麼的，他就是呂洞賓了。呂洞賓呢最在乎的就是誠實。結果你還站在了呂洞賓的前面，呂洞賓呢是許多行業的保護神。那在那個場合當中來講，我認為媒體真正關注的是說，請問吳乃仁這件今天講到這件事情，大家都很火。我們在新聞工作，因為我過去跑經濟部，那其實我們遇到過很多欠了錢吶，然後不還吶，欠稅不還吶，被管收的。管收了之後，每一個被管收的有錢人一進去就開始說他身體不好，沒有例外的。但是我告訴你，其他人的下場是什麼？你錢沒有拿出來就關到死。但是呢，今天呢，吳乃仁出來12天出來了，而台糖呢表現出一副呢莫可奈何，我也不相信你台糖敢多說什麼。可是我覺得今天的行政部門，如果你對楊珍妮的事情，我認為楊珍妮的那件事情，今天的行政部門的態度，給我的感覺呢，仍然是媚俗而相怨的。我不是說他一定沒有霸凌，只是你的報告裡面，我覺得要說霸凌，就要他呢，那他呢辭掉呢，拉掉他政務委員，我覺得那極端的勉強。同樣的，今天對吳乃仁事情，那同樣是極端的閃躲。賴清德應該要認真的面對這些事情，這幾件事情，這不是哪一個黨的問題，不是政黨之間相互攻伐的問題，而是關乎到呢，你今天作為一個行政部門，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你到底呢對於政治，對於這個社會呢，該公認的標準呢，要抓在什麼地方？我完全看不出來標準，那個相怨，那個呢苟且，尤其在吳乃仁的這件事情。牽涉到你賴清德，我就等着賴清德一句話。休息一下再回來。好，体育部長李洋因為這個選手國手出身啊，所以呢，這個現在突然說他想改革，但是有人反對改革，要逼他走，昨天就突然傳出來說他不想幹了。就行政院很緊張高層打電話問他，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們不想幹所以呢，李洋懵了，說我也很錯愕，然後說我要請辭，我沒有請辭那又傳出來說李洋跟林鴻道不合，說人事獎金預算都有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沒有什麼嘛，不同意見其實都可以討論的那另外呢，府院幕僚說，因為反改革派被李洋惹毛了，所以想逼李洋走那另外呢，說他出手整頓，說呢所謂叫計生運動部的這些團體，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因為他們呢，這個有一個體育大樓啦，類似這種樓那說很多這個體育的這些協會都租那邊，說租金協會都在租金不貴了在租輪街說每坪800塊，在台北市每坪800塊是不貴的租給65個運動團體。一共有1300坪的空間，但是呢，他們現在就規定說，非要說這個是國際承認的就是說國際這個運動承認的這些團體才算，所以呢，就有11個協會不服，
不過我一看也覺得有點怪，比如說太極拳協會，因為可能國際不認為，但太极拳在台灣很重要啊，很多人去就練習啊，所以他也不付，所以他要趕走哦，你們自己去找地方哦。所以呢，這些學會啊和協會了哦，交流協會等等，很多大概就聽說把我們趕走不爽，類似這樣，我們看一下。我也是昨天突然晚間收到這樣的訊息，我自己也是蠻錯愕，但目前應該是沒有這樣的打算。經傳有意請辭，運動部長李揚趕緊否認。像如果在院長的支持下面，我會希望說我可以繼續做。當然我們的運動部的同仁非常棒。似乎話中有話，畢竟去年9月才成立的運動部，短短不到1年，經歷多次人事異動。2026年4月，體育署末代署長、運動部政務次長鄭世忠4月以結束階段任務請辭，而今年3月才接任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董事長的林鴻道於5月下旬正式請辭。特地南下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跟過去並肩努力的亞運教練、選手團隊辭別。羽球選手林俊毅、拳擊選手林玉婷也到場獻花，但為何不到3個月就請辭？傳出原因是因為跟李揚理念不合。傳出讓雙方徹底決裂的，就是4月李揚的這篇貼文。林鴻道曾自掏腰包回溯發放東京及巴黎奧運奪牌選手的獎勵金，但李揚不但沒出席記者會，反倒是發文提到這筆獎金建議林董事長回饋給社會更需要的地方，埋下日後伏筆。目前來講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事情。董事長在請辭之前有跟我告知，那我們也進行了慰留。那他因為工作的因素，所以最後還是選擇要請辭。否認跟林鴻道不合，但雙方的心結還有國訓中心的1.85億資金缺口，體育界期盼運動部改革台灣體壇，而立委也喊話制度透明化，別辜負大家期待。除了這個以外的蘇巧慧的妹妹啊，又被人家講說沒有利益回避了啊。國發會說這個法律沒有規範說這個投資不行哦，所以呢僅限於補助承攬採購，所以這公司叫做曠視智能被點名，經濟部說要清查最近5年的投資案啊，所以洪為講說轉型正義變成轉型側翼哈，因為呢說國發會隱匿補助罷免團體，很多罷免的團體啊，那另外呢這個媒體也說國發會為了洗白蘇家，卻呢背刺經濟部啊，那洪為到底怎麼回事？我先講一下那個體育部李揚，我覺得他去正式的闢謠很好，因為我覺得非常沒來由的，因為這2天呢就突然就是媒體一直在問說啊李揚要請辭，李揚要請辭，後來搞到一些這個文化對不對體育部裡面的一些資深的同仁還要想盡辦法去問一下這個部長是不是要請辭，那他現在自己出來講，那我覺得啊李揚到目前為止啊。那麼剛剛有提到他去砍那些所謂的寄生體育部的這些相關的協會哈，因為你想想看，他就是每坪800塊啊，每坪800塊，假如說10坪的話才8000塊，你到在台北市哪裡會有這樣的一個水準嘛？那基本上聽說這個體育部是要把它提高了，但是提高也只提高1000塊。我覺得本來就是補助要補助在刀口上，因為否則的話，因為現在體育部很多單位他們沒有地方在外面租，反而在外面租，所以這種是一些變相的補助。另外哦，这2天媒體沒有提到的這一點，我給李揚非常高的評價，因為呢，我們在監督預算的時候，我們非常重視，就是這麼多的政府單位，包含這些基金會，你們在補助些什麼單位？你們拿着納稅人錢，是不是在做你個人的關係，或者補助綠油油，或者補助罷免團體？那在體育部，你知道李揚做了一件事哦。他自己揮刀就是直接砍哦，砍了3億多的體育部的這個補助金，這個是我過去從來沒有看到哪一個部會首長有這樣的魄力，所以在這一點我支持李揚，該砍就要砍。來，嘉玲，我想當初任命李揚來當這個體育部哈，其實就是運動部，就是希望說他做出一些不同以往的風格改革，然後，所以我想他對於辦公室廳舍這個部分我是支持的哈，因為你如果沒有把這些空間稍微作為清理哈，自己辦公的同仁都沒有地方，反而還要去外面租哈。我想這些團體，我看連中華奧會也說他們自己自動說他們要退出，就不在那個體育大樓裡面哈。我想這是好事啦哈。那相關的這個協會也好，運動團體也好，我想他們也應該能夠體會，倒不一定是因為這樣有傳出這個事情了哈。那另外一個我們要看到說，其實李揚他的風格，因為李揚在我中和，你知道嗎？他媽媽他家人都在中和哈，所以他們是很樸實的一家人。那他上任之後很有他的想法啊，也很有那個使命感哈。我
我覺得這些相關的改革，我們都樂見其成哈。倒是剛剛鴻薇姐在講說這些相關的補助是不是就變成什麼所謂的側翼了哈？如果大家對這相關的補助這些團體，他們所做的事情都要符合補助符合相關的規定，也就是說，那你可以要求他，比如說我國發會我要補助你蔡瑞月，好，那你不能有政治的立場，是這樣子嗎？我們要去鉗制到說这個社团申請補助，他不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嘛？那為什麼一大堆大罷免團體可以拿到補助，其他單位就拿不到補助？所以如果說，那民黨政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如果你觉得說這麼有限的資源，為什麼補來補去就是這些大罷免團體拿到錢？你如果觉得不合，你可以要求行政單位來修改。好，那你國民黨的民眾副社也可以來申請啊。如果你們覺得 OK， 也可以来申請嘛，对不对？我的意思說，這是國家的資源，是大家只要符合相關的補助的要點，他都可以來申請。你不能因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場，你就說國家的資源不能給他。所以我不懂這種看法，邏輯在哪裡？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要他每一個人都先簽書，我不能有政治立場，我不能表態我喜歡國民黨，我不能表態我喜歡民進黨，我不能表態說我對政治的想法。我們國家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哪有這種說法呢？我想難怪啊，這個黨政很值錢啊，有了黨政就沒有關係。我想這個把理由都講出來，這些都不是民進黨的啊。來，我現在要談一下這幾個單位哪一個是民進黨黨政？哪一個？我們再來看啊，它裡面的人的這個關係。但是我現在要講賴總統了。賴總統，你說他到這個內湖談治水這個事情，我剛剛一想說，我說賴清德你談治水，你應該要談的不是內湖的治水啊，你應該談台南啊。台南的治水，他那個時候記得嗎？他說他30年的淹水，他3年就解決了。我告訴你，這次淹的最嚴重。就是台南，就是仁德，你趕快回去看看三爺公溪，不是在這邊看內湖哦。你應該要回去檢討你自己在台南當時的治水治成什麼德性了啊！那時候花了幾百億哎哦，所以說現在可以看到它這麼嚴重，結果他看到水情這麼嚴重，他不是思考回去哦，看他的台南是讓你能夠當院長，後來做總統的地方，回去看看你那個治水3年治成的水治什麼樣子，結果你跑去內湖，跑去西洛。這個講完實在是沒有必要。對，我是覺得這個單項補助這個我們沒有手上，我就可能可以拿清單出來了哦。在我們的印象組集裡面，非常多的一些呢，比方說卸任的沒有選上的立委啊，什麼羽毛球協會的啦，什麼連趙建明的爸爸什麼桌球協會的啦，這個都是單項補助的協會，確實很多都被當做酬庸。所以我覺得體育這個事情跟另外一個藝文這個事情，這2項事情政府都拿了很多，不敢講全部，但很多都拿補助，就作為自己私人的，不管為了選舉也好，為了一些酬庸也好的這樣的一個用途，其實真的非常糟蹋我們的藝文跟我們這個體育應該要有的發展。那棟樓現在空間可能已經不太夠，那因為現在台灣的運動項目